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军事方面，在201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取得积极进展后，美国也开始逐步有意识地介入南海区域规则的制定。2022年5月24号，美日印澳在东京召开的第2次四方安全对话实体领袖峰会上宣布推出海上安全新倡议——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宣称以打击非法捕捞为目标，实现海上信息共享，并声称此倡议将提升太平洋、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海域监控能力，以维护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但实际上，在美国正式提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之前，就早已经通过政府报告、学者炒作、派遣海岸警卫队船只进入南海等方式，为其主导地区议事日程做好铺垫。比如，相关名义包括渔业、环境保护、油气开发、联合军演、航道安全等议题。设置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议题优先安排，意图逐步架空中国与东盟国家尝试以准则磋商为契机构建的地区秩序。不过，美国的算盘显然没有得逞。3月8号至10号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38次联合工作组会在印尼雅加达成功举行。会上，中国和东盟国家继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并就落实宣言海上务实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各方一致同意在海洋科研、海洋环保、海上搜救等领域举办多个务实合作项目，加强对话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各方还商定了今年工作计划，年内将举办多轮落实宣言高官会和联合工作组会，推动准则磋商取得更大进展。3月24号至29号，东盟秘书长高金洪来华访问时表示，东盟愿与中国共同努力，促进地区共同繁荣。东盟国家的立场或者其他签署国他们的立场会从外界会影响到菲律宾，会从外界对菲律宾本身会构成压力。我觉得中国与周边国家与东盟国家的一个持续的沟通非常重要，把中国的一些良好的意愿、对和平稳定、对地区局势的这种看法，和周边国家进行定期的沟通，传递中国这种和平发展、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这种呼声。我们还是希望马克思总统在一定程度上顶住美国压力：一，不要放美军大规模来飞，因为请神容易送神难；二，不要碰触中国的底线；三，不要放缓与中国的合作。这些都是为了给本地区的未来保留希望。我们不能忘记在乌克兰发生的悲剧。上周呢，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菲律宾和菲副外长共同主持一系列的磋商对话。我们观察前后3天的日程安排，有意思的呢是先对双边关系进行一个整体评估，最后一天才谈了南海问题。庄先生，这样的一种安排有什么讲究吗？我想是其实非常非常讲究。这个讲究之一呢，就是双方，尤其是中国方面，我们在刻意要表现，我们在落实双方元首对中菲关系的定性。定性是什么定性呢？就是中菲关系远远不只是南海问题。第二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跟菲律宾首先要谈的，要先易后难。南海问题是最难的问题，一开始把南海问题弄出来，可能以后一系列都不好谈。第三呢，我们要刻意淡化南海问题的敏感性，就是至少让外界不要觉得南海问题就现在成为一个中菲之间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南海问题没有像我们想象，也不像你们炒作那么重要，所以这些呢是非常讲究、刻意讲究出来的一个安排。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日前透露新增4个向美军开放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菲律宾向美军开放的基地已经有9个之多了。那么菲律宾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庄先生，我想最少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联美制华，以便今后菲律宾跟中国那么在各种各样的其他方面的利益博弈中，他们能取得的利益最大化，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还想平息菲律宾部分反华势力他们的不满。过去1个多月，因为中菲关系有一点点紧张的时候，那么这种反华势力他又起来，所以他通过给美军开放他的新的军事基地，来部分平息反华势力的一些不满。那么第三呢，
毫无疑问，其实菲律宾他也认为他这样做有利于维护他的安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最近这2年，中美在军事博弈方面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所谓的2025年，中美会因为台海来发生冲突，那么菲律宾在吕宋岛北部的基地，很可能他就可以直接来援助。那么，比如说，如果台湾方面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而且他非常明确的表示，就是要在第2岛链跟第1岛链的台湾之间来建立一种空中通道。这几个基地，它就体现了配合，在军事上、安全上配合这个。它这9个基地，就2个最重要，一个呢就是巴士海峡边上盯住台湾，另一个呢就在巴拉望群岛，那么盯着南沙群岛。这2个刚好就把这个第1岛链这个缺口补充起来。黄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下，这4个基地，美军是可以用它来进行作战行动的吗？双方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基地的使用用途，但是从它的布局来说，比如说这次的定位的是4个基地，那为什么会指定嘎嘎烟的2个这个地方作为基地呢？因为在那里已经有一个机场，它可以停泊那个737大型的那个飞机，所以将来美军的那个军用机就可以在那里停靠，而且就会成为面临台海的一个桥头堡。就是说，它可以信，如果台海一旦发生战争或者爆发冲突，那美军有这个嘎嘎烟的这2个基地，特别是这个空军基地，它很快的就可以来做应变啊。可是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2个基地也会成为中国的打击目标。那菲律宾考虑过这个事情吗？那我想在这一方面，既然菲律宾军方以及他的小马可西有这样的决心毅力，要跟美国合作，而且现在这4个基地已经是斩钉截铁的事了，那肯定他菲律宾当局肯定也是有深度的去考量。但是我不觉得菲律宾会做这种考量，因为菲律宾他把军事基地开放给美国人，他一定会充分认识到这个他本身要承担风险。在菲律宾看来，这个风险他值得承担。你们看看菲律宾，无论是韩战、越战，他都非常积极。其实他们并不怕，或者说并不在意他能介入会介入冲突。这最重要的是，即使他介入冲突，他获得的还是比失去的多。他是这么认为。这一次开放让美军要用的这个4个基地的其中2个基地就是嘎烟省。嘎嘎烟省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经济客区，这个经济客区从70年代就开始发展，然后在这个经济客区最大的投资者就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商，所以嘎嘎烟省的这个省长对于他那个省要开放2个地方给美军作为基地是极力反对的，并且说，如果让美军进驻他那个省，那不但会吓跑中国的投资者，甚至他们现在跟中国的一些合作，还有一些经济的合作就会中断，那新的投资更不会来了。更重要的一点，他是说，如果他这个省现在开放这2个基地让美军来使用，那就等于把整个省之一有可能被炮火攻击的目标。所以他们对生命安全是非常有担忧的。最近这个省长语气有点改变了，他说原则上他仍然是反对在那边开放基地，但是如果说这是小马总统的决定，他完全服从中央领导的这个decision。从这个省长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菲律宾的政府，特别是地方官员，他们是不希望在菲律宾这个土地，因为涉及到中美的博弈，也受波及。中国现在又是他们最大的希望，特别是现在中国有很庞大的资金跟技术，那结合了菲律宾现况的一些优势条件，中资在菲律宾可以大展宏图，也可以丰富菲律宾一些经济的发展。所以大部分的官员对这个基地还是持着反对的态度。自菲律宾现任总统马克思主政的政府于2022年6月底上台后，菲律宾与美国重新密切化的联系近日浮现了更清楚的轮廓。
在2023年2月，美防长奥斯汀访菲并与马克思会谈时，马克思称，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只有在我们的伙伴和盟友的帮助下，我们才能驾驭。1个月后的3月22号，马克思面向菲律宾军队说，随着菲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越来越复杂且不可预测，菲律宾要保持警惕。日前，马尼拉爆发了反美大游行，反对美国在菲增设军事基地，并要求小马科斯政府废除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一切军事合作协议。由于美国的殖民统治曾给菲律宾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情绪激动的菲律宾民众还高喊“美军滚出去，菲律宾不做乌克兰”等口号。抗议者们担心，如果继续迎合美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菲律宾很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面对反对声浪，小马科斯声称他已经与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们达成了和解。然而，这份所谓和解竟建立在一桩离奇的死亡案件之上。菲律宾东内格罗省省长罗埃尔·德加莫在自家宅邸内遇刺身亡。德加莫的一个特殊身份是菲律宾著名的反美斗士，他一向反对外国军队驻扎菲律宾。这让他成为了很多亲美政客的眼中钉。